Hello，大家好，我是 DP。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群晖的 DSM 证书如何快速的进行更新。事情是这样的，在前一阵子我发了一个这个视频，主要的用途是把 SME 生成的证书快速的部署到群晖的 DSM 里去。然而当时我使用的策略是用 Nginx 重启来实现这个证书的生效，但是 Nginx 重启会带着相关的进程和应用跟着重启，就会有一大片的进程依次重启，这样稳定性就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都知道 Nginx 嘛，它的底层既然是 Nginx，肯定是可以不用 restart， 用 reload 也可以实现证书的更新的。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位观众给我留了这么一个言，然后我测试了一下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视频。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吧，我非常喜欢当前这个状态，我想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欢迎大家多来交流。好，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实际的操作部分。首先在这个视频里不会过多的去讨论上一个视频已经提到的完整的操作流程，这个视频里只涉及到 SSL 证书快速更新的相关修改。如果您对如何把 SME 的证书应用到群晖 NAS 里有想法，可以看在这里发布的上一个视频。OK， 下面我们来进入相关操作环节。首先，我这次演示用的群晖的 NAS 是在局域网内 ，IP 地址是 192.168.1.2， 端口是51304。我们先调出命令行工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到 dprt.lab00.com 搜索 SSL， 然后找到这个就是群晖 NAS 快速更新 DSM SSL 证书，这个链接打开。打开以后直接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命令是查看证书状态，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好的，复制下来以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修改，因为本地的 IP 地址是这个，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直接把这个地方的 IP 和端口替换掉，然后把这个复制下来，回到命令行，是本机的命令行，不是 NAS 的命令行，敲一行就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内容。当前这个 NAS 用的证书是lab00.com 这个域名的，然后到期时间是10月8日的7点28分。OK， 这是一个旧证书状态的一个确认。下面我们来尝试做新证书来做更新。首先我们需要做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旧证书更新成新证书。那我们需要用的是 SME， 继续回到 dprt.lab00.com， 还是 SSL。这边有一个免费 SSL 证书 SME， 这个我们把它点开，点开以后在第三部分找那个 3.3 强制更新证书，我这边是直接复制过来就能用，然后把它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以后在命令行开一个新的命令行窗口，进入那个群晖 NAS 的 root 权限，然后把这个复制进来，强制更新当前那个 SME 这个刀客镜像的证书。 OK， 这样证书就更新成功了。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现在是在群晖的这个叫 SME 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证书已经是新的，但是这个证书只是在 SME 里完成了更新，没有给到群晖的那个 DSM。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更新，就是说把这个SSL 更新的证书给到 DSM。 那我们回到上一个视频，我们存这个运行文件这个位置，在这边我们直接点开编辑。 OK， 打开以后的脚本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最后一行替换掉，最后一行是用 Nginx restart 来实现的这个证书的更新。那我们只需要回到这个文本里面，在第一行把这个证书更新命令给它复制下来，然后把这一行直接替换掉，然后这边点那个保存，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脚本更新了，就等于说用了 reload 的命令来实现这个功能。OK， 到目前为止证书我们用 SME 更新好了，这个 SH 文件也更新好了，我们下面只需要运行一次这个证书，就可以看到新证书的一个更新。
在这边找到任务管理，然后找到我们新建的这个群晖 SSL 更新这个任务，什么都不用管，直接点运行，运行一次。你看到这边没有进程的重启，也没有套件的重启，这个证书就应该就已经更新到了。那我们怎么查看这个证书有没有更新到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命令行，在这边我们再运行一次相同的命令。记得我的 NAS 是在局域网内，对吗？再运行一次。看哪里？看这行。这个证书的时间是10月15日，在我们开始这个操作之前的证书的时间是10月8日，所以证书是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更新，没有进程的重启。我觉得这样做是更安全一点的。OK， 到这里证书的更新这个讲完了，但是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视频的长度就是深度有点不太够，所以我们再多做一件事，我们把这个证书更新的过程给它做一个 log， 因为那个证书更新了以后，那个这个叫什么群晖的这个网页客户端需要刷新一下，所以我来做一个刷新。好了，刷新完成，我们回到这边，然后回到 system need keep 这个文件夹里。首先你需要在这里新建一个 log 文件夹，它的用途就是把所有 log 文件存在这里，新建好这个文件夹就好。然后右击这个文件夹，点属性，这边你就能看到一个叫 vol3 的这么一个路径，把这个路径复制下来，咱们一会儿有用，先存到一个地方去。好的。然后下面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任务的命令，怎么写呢？首先打开控制面板，点任务，选这个群晖的那个 SSL renew 这个任务，选编辑，编辑以后选任务设置。我们之前只是写到这里，然后下面你需要写后面这一半的东西。这一半的东西是什么？我稍后解释。我先告诉你在哪里找这个东西，在这个文档里的第3部分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这里面有一个空格，是这块，把这块复制下来。然后就是我把这边删除掉，然后粘进来，这样就 OK 了。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运行前面这个sh 脚本，把运行的结果输入到这个地址里来，后面这一段是固定写法，你不用管。那我们需要看的就是这一段，对不对？这一段前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复制的这个新建的这个 log 文件夹的位置。这个里面呢，等于就是它，等于这个文件你不用建，它会在第一次的运行任务的时候去做新建，然后就等于说把 log 存到这里面来，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log 的内容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它是有2个任务运行时的一个提示，这样其实不够客观，因为你每一次运行它都会有相同的内容，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再做一点点的修改。怎么修改呢？我们回到这个文件夹，找到这个脚本，选编辑，在编辑的时候，在最上面我们加一行，其实就是输入一个 date 命令， date 命令就是输出当前的时间。好，这个加入以后，我们把它再做一个保存，保存完了以后，我们回到这边，就是这个也加好了以后，也点保存，保存完了以后，我们来再手工运行一下这个命令。运行完了以后，我们回来看 log 在这儿。这是第一次我们运行的，因为我们没有加日期，它是这样。然后第2次运行的就是日期一行，2个运行成功的输出一行。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每一次运行，如果你出现了没有问题，就是每一次运行如果没有问题，你不用管它。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回到 log 里来看，就是什么时间运行的结果是什么。好的，这就是给运行命令加 log 这个部分。OK， 最后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这次的修改是把证书的更新采用了 reload 这个命令，就是更快速、更柔和的把它更新到位，而不用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的重启。我觉得这样会更安全一点。然后我们增加了那个 log 的输出，就是对以后的找问题会更友好一点。总之感觉就会更好一点，推荐大家去试一试。
然后如果说需要下载最新的证书文件，可以去最新的那个 SH 文件可以去我的那个网盘提供了 1.1 版本，直接下 1.1 就好， 1.0 就不要下了， 1.0 是旧的版本， 1.1 是新的版本，直接下下来就能用。然后再预告一下吧，这个证书我后面又做了一个 Docker 版的 Nginx 的一个证书的快速应用，以及 Docker 版 Jennyfin 的 SSL 证书的一个快速应用，这个稍后我会录成视频分享给大家，如果有兴趣欢迎关注一下。好的，这就是这一期关于群晖 NAS 的 SSL 证书快速应用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